在你们面前的，不是我大庸的永平君，而是名动江湖的黑风息。你们不要小看了天下英豪啊！殿下，回去吧！啊，回去吧，殿下。小然与我说过，无论遇到什么，都不可放弃。儿臣奉来时，求臣复还。进来吧，殿下。殿下，殿下。儿臣拜见父王，父千岁，千岁。给孤问安的是孤的永平君风兰溪，还是饮泉水榭的黑风息啊？孤不敢确定，你这皮囊之下安的是颗什么心，孤看不清。说说吧，组建饮泉水榭的目的是什么？起初是为了自保，而后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。保护更多的人，这理由足够冠冕堂皇。狡辩！你问问你自己，这理由你自己信吗？儿臣所言句句属实。
为了自保，儿臣迫不得已，才要装病，暗中练习武功，组建饮泉水榭。而后，儿臣在江湖之上有所建树，饮泉水榭也日益强大。儿臣就想以此来保护更多的人，将所有收益用之于民，替父王负责天下。那这么说，姑得谢谢你喽，谢谢你欺上瞒下，谢谢你暗中结党，谢谢你意图谋反，还是谢谢你没对姑动手，没对兄弟动手啊？儿臣只是想把这件事情都与父王说清楚。说清楚？你说不清楚了。自你隐瞒那一刻，你还能说清楚吗？你可知道，自你所做的事情暴露在人前，不管你有没有谋逆之心，你都与那些乱臣贼子无异。不管姑相不相信，你做与没做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儿臣知道，儿臣进宫就是为了让父王对天下有所交代。此乃饮泉水榭各州分多的名录，以其如玉轩这些年经营的情况，还请父王过目。这什么意思？饮泉水榭本就是父王命儿臣所设，儿臣不过是替王分忧，这不正是父王所要的吗？来人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饮泉水榭，姑也知道，如果没了黑风溪，那饮泉水榭就是个废物。姑为何还要一个废弃之物呢？这酒名曰断伤，并非毒酒，但可化解内力。你不一向以文弱示人吗？那你便真的做一回文弱公子吧。儿臣只有一个问题：父王这酒是何时为儿臣准备的？总知道你就是黑风溪那一刻。
对不立法。既如此，你便是替孤堵建了饮泉水线。铁路，你指永平君封兰溪，为孤分忧，为国尽忠，加封永平侯。是。现幽州公主华纯然据，特令封兰溪带雍州前去参与。你的那些江湖人，孤先将他们压在天牢之下。你迎娶华纯然之时，便是孤释放他们之时。风姑娘，你已经3日没怎么休息了，不如先回去休息休息。若是殿下醒来，发现你如此憔悴的模样，会心疼的。还是我守着他吧。是。黑狐狸，你跟我说说话吧。那我跟你说说话。你知道，我最讨厌你现在这样面无表情的样子了。我会觉得特别有距离。所以你要赶快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一看我，哪怕你骂我2句，都比现在这样好。你这个人倒是自信得很，不过你呢，缺点也是有一大堆的。脾气大，架子大，跟人不好相处。总的来说，你这只臭狐狸就是老奸巨猾。不过七无说，他说我说你这些缺点的时候，是会笑的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臭狐狸在我身边，我才会觉得特别安心。你不是还有好多话没跟我说吗？你要是不跟我说完的话，我会生气的。我记你一辈子的仇。但是你说了也没有用，反正我也会拒绝你。不为别的，就想看到你这张不爽的脸。但是你今天要是醒过来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
远喘不上气。对不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装了这么多年的病，试了那么多年的弱，没想到真正的虚弱是这个样子，内力全无。虽然有些心疼，不过也轻松了一些。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练功，还要瞒着那么多的人，现在不用再瞒着了。内力尽失损什么？黑风系在江湖上从来都不是以功夫取胜，而是靠战。我昏迷了几天？3天。辛苦你了。所以这3天都是你在照顾。你能听到我说话？听不到。不过看你那样子，我就知道了。殿下，你可算醒了。多谢。情况如何？水榭各州分部的主力，我已经偷偷的撤走了，只剩下名单上的人。水榭虽然表面上归于大王，但实际主力未变。那就好。哦，宫女来旨了，让殿下即刻前往幽州。我先下去了。我去幽州参加选亲仪式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师父他们的安危，不得已必须要去的。我也知道，你心里是不愿意去的。我陪你一起去幽州。现在这情况，我来保护你，陪着你。再说，我也想看看大东美女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一路上多谢公子，今日之恩，小女子定当相报。无妨，既然已经到了幽州，姑娘就请自便吧。是他吧？你不是早就看出来了吗？那你觉得我表现如何？既没有刻意的讨好和照顾，又恰到好处的展现了你的风采，至少印象不会差吧？那这么看来，我的胜算又多了1成。世子先行休息，我去打探一下其他人的情况。有劳无缘了。少主，雍京传来消息，幽王已经收回了饮泉水榭。听说风兰溪身受重伤，武功尽废。好一个断臂求生啊！本想借此机会让他们父子反目，以风兰溪的脾气，说不定搞个雍州内乱。结果谁成想，他真的舍得饮泉水榭和自己的一身武功。不过也罢，折断了他的一只翅膀，想必很难再成为世子了。
而且，雍州这回派来幽州的，也是他。势必借此机会把他摁死在幽州。雍州王子死在幽州，就更有意思了。属下马上安排。后面一直有尾巴跟着我们，为什么不甩掉他们？父王自然不会只让明面上的人看着，这些人是用来真正监视我的眼线，他们会全程盯着我们，将我们在幽州发生的一切禀告给父王。只有这样，我那父王才能安心。就让他们跟着来。你有何计划？幽州王宫。现在进宫，离选亲之日还有10日。这是水榭打探到的关于参加选亲的人选，还有选亲的基本规则。站在父王的立场，他并不想让我娶幽州公主。若我得到幽州相助，便有了翻盘的底气，但他也不想让我输给其他人，丢了雍州的面子。同时也想看看我武功被废到底还有多少价值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他想探究我内心是否懂他的心意。所以此次幽州之行，表面上是求公主，实际是父王的一道考验题。这道题的答案是忠心。只有表现出足够的能力和忠心，父王才能满意。白前辈等人自然可以得到释放。朝堂之上，果然个个都是七窍玲珑之心。一个幽州选亲，竟然也可以牵扯出如此众多的利害关系。这个我看过了，果然是大东第一美人，来的人都是天之骄子。不过这第一笔就是5笔，换作是你以前，自然是可以轻松通过。不过如今还是要想些办法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即刻进宫接近华纯然？是的，我还为纯然公主准备了一份大礼。擒贼先擒王，你还是聪明的。不过这个华纯然可不仅仅是大东第一美人，我听说她对幽州朝廷也是颇有影响的。以她这样的性子，若是与她交好，她能帮助我们斡旋5笔之事，自然会有办法。从她送舍利一事就能看出，这个人颇有心计，想要取信于她，其实并不容易。华纯然不仅聪明，而且极为机警。自帝京送完舍利，这一路上被人追杀，但是他早有预判，几次都死里逃生。不过像他这样的人，也极为防范他人。除非这个人与他毫无利益关系，也要是他喜欢的人，性格更是与他互补，要让他从此人身上感到好奇，而且这个人最好是女子，比如我。也只能是你。你性子极为洒脱，于这世间极为独特，凤栖无能被你吸引，华纯然也如是。我知道你担心白前辈以及天生门的安危，所以我不想强求于你。来幽州之前，师父就与我交代过了，做事即随本心，不要陷入悲戚之中。这一路上我也想了很多，师父他们现在在雍京，暂时是安全的，更何况还有戚无他们照应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还不如豁达一些，放平心态，协助于你，也能更快地救出师父他们。公主这样貌，说是大东第一美人都过于谦虚了。我看呐，咱们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。那是自然，听说因为咱们公主选婿，城里的客栈都住不下了。我还听说有几个公子还打了起来，城里的大人们都忙得焦头烂额的。谁叫咱们公主魅力大呢？公主，你跟奴婢们说说，有没有让你动心的呀？
听闻冀州世子黄巢不错，这几天城里丁属他的名气最大。那刚到的雍州永平君，听闻也是雅致非常，风流倜傥。风兰溪到了。听闻这2日才到。那黄巢和风兰溪，毕竟都位于天下4公子之列。今日大王传膳在小云阁。知道了，我先去趟明色园。昨日那株墨雪儿已张了朵，今日说不定就开了。不用跟着了。是。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一位美人啊！都说牡丹国色天香，这位美人更甚花中之王。所谓美人者，以花为貌，以月为神，以柳为态，以玉为骨，以冰雪为肤，以秋水为姿。这位佳人当之无愧。若纯然未认错，2位定是大名鼎鼎的黑风白皙了。大东美人果然是有眼力，虽然长居深宫，却知天下事。并非是纯然眼光好，而是2位名声太广，尤其是饮泉水榭的主人黑风息风公子，纯然更是久仰大名。不知2位突然造访我幽宫，所为何事？当然是因为你选婿之事。我们本想过来凑凑热闹，没想到一进到城里，所有的客栈、驿站全部都住满了人。不过我这个人不喜欢白跑一趟，立马就进宫来找公主。如此说来，倒确是纯然的不是了。公主巧笑倩喜，不因刚刚疯女侠玩笑有所不快。如此胸襟，在下折服。2位过谦了。2位若是不嫌弃，可在我落华宫住下。纯然虽久居深宫，但对江湖之事也是好奇的很。公主千金之躯，如此平易近人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因此奉献一礼物，以表我饮泉水榭之诚意。礼物？公主是否在等人押送2个囚犯？路上有人想杀人灭口，在下当时正好经过，管了一二。目前已将证人带到城外，这是他们签字画押的证据。饮泉水榭可知天下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连我幽州世子之秘辛都能知晓得一清二楚。不知风公子有何目的？公主莫要误会，我们只是想跟公主交个朋友，这个不过是见面礼罢了。公主风姿必要如这牡丹，出仕倾国。我等愿为公主效劳，祝您冠绝天下。2位的诚意，纯然感受到了。只是父王传了午膳，得先告辞。沿着此路前往落华宫，稍后纯然一定尽地主之谊，与2位开怀深谈。有劳公主了。多谢。来，父王请。孩子们，吃菜吃菜。是。纯儿，你回宫已半月有余，心情可曾好一些啊？回禀父王，纯儿已无事了。只是今天去了趟明色园，看见那满园子的花，又想起红儿，纯儿这心里疼得很。忠心救主，父王一定会好好奖赏他的家人。多谢父王，但纯儿更想报仇。前几日纯儿派人去德城，已经抓到了那对杀害红儿的母子。好，这样的人斩了便是。纯儿已经斩了。只是纯儿收到了一封信，那信上是那2个奸贼签字画押的证据。信上说什么？信上说他们是大哥派去的。父王，父王，
您切莫被他们挑拨。那信件纯儿已经毁了，况且大哥对女儿一向很好，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2个奸贼也是为了活命，才会胡言乱语。父王，儿臣绝没有做过此事。都怪纯儿，又让父王担心了。无妨，无妨。你遇袭的事情，父王定会查清。放心吧，继续吃啊。大郎，你以后啊要对你妹妹再好一些，不然这些胡言乱语会影响你在父王眼中的形象。这世子之位可不是那么好做的。是，父王。来，谢父王。吃。来，吃。你给华春然的信他没有用。他用了，只不过用得更妙了。他这样，既指认了世子，又将自己摘了出来，显得楚楚可怜，毫无心机。搓揉捏拿，任我而为，好一个华美人！将属于女人的本领运用自如，实在是个聪明女子。这个女人似乎比想象中难以应对。你不必担心我，越是心思重的人，就越会觉得孤独，越孤独的人就越想交朋友，而我最擅长交朋友。你准备怎么做？先想办法了解他，从他身边的宫女开始。的确，以你的能力，应该很快就能和宫女们打成一片了。我也会找机会去接触他。少主，风兰溪和白风溪已经进入了王宫，倒是聪明，知道借势。殿下，你要不要管一下那位风姑娘？基本上这些天来，她所有的表现只能用好吃贪睡的懒虫来形容。她一天里大半的时间都在睡觉吃东西，另一小半时间则是和宫女们调笑嬉闹。莫要在背后说风姑娘的坏话。她这人就是如此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总是戏弄我们。比如说，她总是无声无息的突然出现在你身后，把你吓个半死的同时，又变戏法似的，将一朵美丽的花簪在你的鬓上，夸赞你的美貌。果然是白凤溪，像风姑娘这般人物，在下由衷拜服。若有风姑娘相伴，此生定会笑口常开。下去吧，风姑娘在宫中是自由的，莫要约束她。知道了。你这脸蛋儿啊，真好看，属于素雅之容，这种眉毛最适合不过了。真好看，好看吧？好看，你自己看看。真好看，风姑娘这是什么画法呀？拢艳眉。风姑娘可愿意教奴婢？前几日香云姐姐跟姑娘学了泪线腮，画出来可好看了。我让她教我，她愣是小气不肯教我。我那是跟风姑娘学的，风姑娘不说同意，我哪敢教你啊？她那个泪线腮啊，的确是不适合你。不过这拢艳眉甚是好看。你若是想学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要不要教给你。只是说规矩我懂的，晚上我让御膳房多给姑娘加道菜，菜不菜的无所谓，主要是得有条鱼，明白吗？我知道了。风姑娘，这是我进城采的花露泡成的茶，您尝尝。多谢多谢。
那个，您顺便帮我看看我这只步摇如何？我也想跟您学这化妆知识。还有，风姑娘，我还想学点别的呢。我也想学。你们都别着急，我一个一个教给你们。好，不过我今日倒是有些事情，你且等着，回来教你们。谢谢风姑娘。真好看啊！是啊，这才几日啊，弄得整个乐华宫都快忘了真正的主人是谁了。哎，画美人，这个棋应该下在这儿。这个黑狐狸它就会下在这儿，如此你再下在这儿，它又会封这儿。哎，最后一个棋围起来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活捉狐狸。没想到风姑娘棋艺如此高超。这不是高超，这是熟知狐性。人说江湖多草莽，纯然却不以为然。是不是所有的江湖人都如二位这般，通诗文，经六艺，知百家，晓兵剑，便是王侯子弟也不及二位？我倒是想问问画美人，是否所有的公主都跟你一样大胆，竟敢在宫中收留我们这种来路不明的江湖人？纯然既然敢留二位在宫中，自是认为看人不差。如二位这般奇特之人，对一生都将居于深宫的纯然来说，是一段最奇特的回忆，也可以说是最值得回味之事。所以我既得之，必真之。得之真之，不得，我命之。正是如此。画美人，你每日待在这深宫当中，就不曾想要出去看看？这外面无论是花草树木，又或是人生百态，可比这宫里精彩多了。出去看看，或许一开始会有新奇之感，但这世间有人的地方，又岂会有二般？我既不会纺纱织布，又不会耕田种地，更不惯粗茶淡饭，我要如何适应这寻常百姓的生活？我呀，就只会一些风花雪月的闲事，还有自小至大学会的如何在这深宫中生存。好，画美人这番话说的是甚好，我还以为你会像一些深闺小姐一样豪气地说，且将富贵弃如土，换得逍遥白头人。没想到你说出这样一番话，画美人果然是慧根慧眼，识人知己。看似你救山，实则山救你。殿下，大王叫您过去。二位请自便。说服华纯然帮我们，几分胜算？我觉得他对你没有防备之心，是时候与他说清楚了。好，这几日我便约他。父王为何找我？奴婢向传讯的宫人打听了，好像是跟公主私留的2位客人有关。看起来，这鱼要上钩了。儿臣拜见父王，父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起来吧。谢父王。父王听说，父王，您可曾听说黑风白皙？哼，父王当然听说过。这2人乃武林当中的绝顶高手。只是纯然，你因何提起啊？纯儿正要禀告父王，这2人正在纯儿宫中做客。纯儿，你堂堂公主之尊，岂能接触这些江湖中人？况且那黑风息还是名男子，留在你的宫中，要是传扬出去，岂不坏了你的名声吗？父王，那黑风白皙是一男一女，他们同留在宫中。况且这宫中还有上百的宫女和内侍看着，女儿坦坦荡荡，不怕被小人污蔑。父王也曾说过，这江湖草莽中也有奇人俊士。经过这些天的相处，女儿发现这黑风白皙定是罕世奇才。父王若得他们相助，定能大展宏图。
我幽州也定不会再屈居于雍州、冀州之下。你是想引荐这二人为父王所用？正是。光凭这二人不惊动侍卫便能自由出入宫中这等本领来看，父王当可用之。女儿之所以百般结交于他们，就是想把他们留在幽州，以相助父王。或许这二人能帮您得天下。纯儿，你自幼聪慧，父王的这点心思，也只有你能懂得几分呐。来，坐下说。坐。父王，您可要接见二人？孤暂不接见。这些江湖中人心性难测，且看看再说吧。只是那二人在你宫中已驻有5日，你公主之尊怎么能和这些草莽同住？还是让他们搬到宫外的别馆吧。原来父王早已知晓二人在女儿宫中，父王可是派人监视女儿，不信任女儿。哎呀，纯儿，没有，父王绝无派人监视于你，只是你大哥担心你，所以才告知了父王。大哥啊，父王这么说，纯然更害怕了。若大哥知晓纯儿宫中之事，那纯儿从地境回来的行踪，还有那2个奸人一口咬定便是大哥所为，那这……纯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父王一定查清楚。来，坐。纯儿，父王把你选亲的消息一经昭告，天下爱慕纯儿的男儿纷至沓来，不乏王侯子弟、江湖豪杰。纯儿告诉父王，你想选个什么样的驸马？是父王想要什么样的女婿？这世上能配上纯儿的人真的不多了，身份地位、才学容貌，能与纯儿匹配的，父王看中了2人，一位是雍州的兰溪殿下，一位是冀州的皇朝世子。那父王觉得呢？皇朝世子已在我王都，今晨父王已接见他，果真是才貌双全的英伟男儿。至于兰溪殿下，也曾有书信直达父王，心中亦有求亲之意。只是纯儿觉得如何？只是若纯儿的驸马不是兰溪殿下、皇朝世子这等王族之人，而是一位才华卓绝的平民百姓，这样既可以辅佐父王，也不会心生贪念而图谋幽州。纯儿，你是不是看上了你宫中的那个黑风息了呀？那父王意下如何呢？纯儿，那黑风息乃卑贱的江湖中人，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女儿呢？可父王诏书上说了，不论贫穷贵贱，只要是女儿金笔钦点，即为驸马。哎呀，那只是那么一说嘛，难道你真的要以堂堂公主之尊匹配一介草民？父王所说不论贫富贵贱，那只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。孤的女儿论才论貌，当是一国之母才是。画美人画的不错呀。风姑娘，她长得哪有你画的好？你画的这简直就是天人。纯然画的不像吗？当然不像了，我给你画一张。
画美人可看好了啊，这狐狸的脸呢，有一些长，像一个鹅蛋。眉毛呢，要这样长长的，这个地方要上挑。哎，这黑狐狸啊，天生生了一对勾人的丹凤眼，斜眼看人的时候吧，倒觉得有些妩媚。生的最好的就是这个鼻子了，让人还以为是一只正义的狐狸，不过花花肠子可多了。哎，画美人可听说过薄唇者无情啊？他就是薄唇，这样的人看似好，实际上却和想象的不一样，你可得留心呐啊！如何？果然风姑娘画的更有神韵，能够如此传神画出风公子，想必二人知之甚深。我与他认识很多年了。那不知风姑娘可否帮纯然一忙呢？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纯然中意风公子，想招他为驸马。风姑娘可否帮忙？此次向你求亲的人，可谓是网尽了整个大东朝的俊杰，其中不乏有冀州世子、雍州王子这样举世无双的人物，你偏偏却选了一个身份低微的江湖人。因为在这些人里，父王只看得上黄巢和风兰溪，而他们二人却是本国身份尊贵之人，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。若纯然嫁去，其实纯然只想在往后的岁月里，能够多一些开心与真心。我一生的追求，便是一个女人所能享有的至高地位和无限荣光。无论嫁与谁，在哪儿，纯然都能富贵一生。风姑娘，信吗？我信。纯然也知道，以后再也遇不到这样一个人，因此想让风公子为我留下。绝美的面容，聪明的头脑，深沉的城府，某些方面倒还真是挺相似。精明而善谋算，看透人世，却又贪恋富贵荣华，有着一颗玲珑心。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当面毫不留情地说我。不过确实，我就是这样一个女子。你本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的，又何必说实话让我听？因为纯然这一生都从未有过真心相待的朋友，只有你，白风息。纯然希望你是唯一的朋友，不带丝毫欺瞒算计，只有真心相待。是因为我存于江湖上，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。是。风姑娘可答应？你当真以为他对我动心了吗？相比感情，他更在意的是幽州的未来，以及他自身的权利。他之所以选择我，是因为我是黑风息，一个在江湖上势力强大，但在朝堂之中并无依靠的黑风息。而这也正是问题所在。我也是风兰系。殿下，你说这风姑娘会帮你吗？会的。殿下如何肯定的？这几日，她不是一直在跟你们打探本殿的消息吗？如此做来只有一个理由，便是帮助黑风息。本殿不过顺水推舟而已。原来他们二人入宫就是为了这个。那风公子还真像风姑娘说的一般狡猾多端，是聪明，懂得知己知彼的道理。殿下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现在看着风公子啊，是怎么看怎么好。在你眼里，本殿是如此为情所乱之人吗？奴婢不敢，殿下定不是那为情所乱之人。
我可是连雍州的风兰溪都放下了。若选婿当日，你以雍州风兰溪的身份出现，对于外人而言，风兰溪就是黑风溪，自然是良好如意。不过对于华春然来说，这是没有预料到的结果。对于这样的情况，他就不会将自己嫁给你。正是如此。他来找我帮忙，第一是因为我是江湖人，不会对他造成威胁；第二，就是想要试探你我之间的关系，想要通过我来影响你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正是。这世间的真情，当真这么难吗？本殿与父王说选择他，是因为他没有背景且实力强大，足以助我幽州在6州中争雄。与风姑娘说选择他会使本殿开心，这些都是实话，又都不是。那殿下到底为何要选择这风公子呢？因为他最有欲望，也最好控制。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他内心是喜欢风姑娘的，但他还是来了，说明他有野心，也有欲望。这样的人最好控制。还是殿下深谋远虑。大王，幽州来信。2封信，一封来自幽州的如玉轩，一封则是跟随永平侯一块儿去的人传回来的。2封信内容完全一致，但如玉轩这封信却写得更为详尽，甚至连各州前往招亲之人的详情都调查得清清楚楚的。老奴近日一直在整理饮泉水榭交上来的情报，单单对这些情报的梳理就花了整整半月有余。这些情报不仅有江湖信息、各州王室信息，甚至还有一些隐秘之事。每个情报下面还有专门的批注。说实话，老奴对永平侯能够组织如此庞大的情报机构钦佩不已。若让你来掌管饮泉水榭呢？大王说笑了，这世间恐怕只有永平侯一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情报组织。永平侯如今武功已废，心意已向大王表明，老奴以为……你以为兰溪是那种屈居人后、躲在黑暗之中的人吗？孤坚信他此次去幽州必然留了后手。大王就如此不信任永平侯吗？知子莫如父。若他再隐藏10年，孤真的就没有选择了。大王，假如这次二殿下求娶公主成功，一棒幽州的势力，是否会以此来对付我们雍州呢？孤的儿子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孤既然能放他去幽州，就一定也留了后手。关键就看他如何选择了。所以，大王，二殿下这次求的不是公主，他是为了重获大王您的信任呐。看他怎么做吧。这幽州世子被幽王关了禁闭，在这特殊的时期，幽王倒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。想必禁闭解除之后，世子之位也难保啊。幽王4子个个才疏学浅，不成气候。这个世子也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而已。听说今日朝会之上，是几个御史台的官员参了的，你怎么看？御史台的人就是幽王的人，此举微妙啊。无缘倒是以为幽王关世子禁闭另有原因。是华纯然。
华春然当选大东天女，最不愿意他回来的，就是世子，而现如今又正是他选亲。若真的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，这世子可就更被动了。这华春然回到幽州还不足以1个月，就这么轻易地扳倒了世子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有此女与你相伴余生，天下定会太平，无人也就放心了。待天下一统之后，你依然是我皇朝的挚友。殿下，画美人，我都已经枯坐了1个多时辰了，实在是乏了。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呀？马上就好，再等等。哎，这太沉了，我带不了。好，太沉就不带了，那就带这只流云山雪吧，更加别致一些。画美人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为明日做准备。明日是你求亲，并不是我求亲，我做什么准备？你答应帮我的。明日我只需要把黑狐狸以外的人全部打趴下，这样旁人就再也无脸面向你求亲了。如此甚好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实在是累。风姑娘，你费了一番功夫，总不要半途而废啊！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叫喊声了，你何时能秀气一点？风公子，看看今日风姑娘是不是貌美非常？公子觉得如何？画美人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好看？也就这样吧，穿上黄袍也不像太子。听到了吧？白忙活一场，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明日便是公主选亲之日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但风姑娘还要留在宫中，纯然还有一事相求。好，那我先离开了。画美人，我的确是乏了，我先回去睡一下，睡了之后我再过来。风姑娘，珍珠糕可是快好了。走。少主，派往幽州王宫监视的人回报说，风兰溪从王宫出来了。动手吧。是。没了内力，还真有些不适应。你武功尽废，还真以为是我们的对手？看来你知道的事情不少，但有一件事情你肯定不知道，我曾学过战场上的搏杀之术。
被人保护的感觉好像还真不错。没事吧？还撑得住。他是谁？他怎么会来阴蔽月？有人来了，快走！把尸体带走，好好调查。明日便是公主选亲之日，不可有乱。是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今日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。多谢。那些像是断魂门的人，怎么还会有断魂门的余孽未除？我也不清楚。与你最后对决的那个人，体内的内力像是蓝阴蔽月，但他不会运转内力，也不像是自己修炼所得。有点像是窃取所获的。窃取？你说这会不会跟雍州那个神秘人有关？借着七巫受伤一事，将我们二人的内力存于自己的体内。很有可能，这个人和断魂门的人一起出现，这里面自有蹊跷。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藏着更大的阴谋。我怀疑这件事情和茕茕巨虚有关。断魂门、蓝阴蔽月、茕茕巨虚。我猜测，断魂门背后就是茕茕巨虚，他们屠戮江湖，暗中搅乱局势，目的恐怕就是要推翻大东统治。只怕之后会更加的生灵涂炭。风女侠，不如我们试试改变这一切如何？正合我意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华春然明日选亲的选题，第一笔就是5笔。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，我估计你第一关就会有问题。倒不是很难。你这只黑狐狸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有你在，我怕什么？2顿，亲自下厨。成交。自纯然公主选亲之期确定，天下青年才俊齐聚幽州。本次会试由纯然公主亲自考验。殿下，风公子为何迟迟不来啊？再等等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。曾有亮，天通烧会少主詹业成，请。商州名家少主明月山。这天下英豪都不简单吧？是啊，这商州名家不仅富可敌国，还是武林高手。冀州世子黄巢，天下第一公子玉无缘。能让玉无缘做陪衬的，天下也就只有黄巢一人了。请。他竟是黄巢。这黄世子很厉害吗？是很厉害，
但非我良婿。雍州永平侯封兰溪。雍州永平侯封兰溪。雍州永平侯封兰溪到。请。封兰溪，黑风溪，我要去见父王。见过各位英雄高士，纯然这厢有礼了。见过公主。各位不必多礼。今日有幸见到各位高士，因此纯然在此弹奏一曲，以表诚意。还请各位不吝点拨。即便选不上驸马，能亲耳聆听公主琴声，也算是不虚此行啊。说的极是，只是不知公主要为我等弹奏何曲？此亭名为采莲亭，今日纯然就为大家弹奏一首《水莲吟》。儿臣拜见父王，父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楚儿，快起来起来！你不是应该在金华宫吗？怎么跑到父王这儿来了呀？纯儿让白风息假扮自己留在金华宫内。胡闹！这相亲的事怎么能让他人替代呀？纯然，你不是看上那个黑风息了吧？所以你才让白风息来帮你。以前是，可是如今，女儿要改变主意。什么？因为纯儿发现饮泉水榭黑风息正是雍州永平侯封兰溪。你说什么？今日各位公子入殿之时，女儿在旁看着，一直没有听到饮泉水榭黑风息的名号，直到封兰溪出现，女儿发现他们竟是同一人。你没有认错？这几日他们一直在宫中，女儿绝不会认错。这封兰溪就是黑风息，无非就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果真如此，封兰溪以饮泉水榭黑风息的名号闯荡江湖，隐藏自己的身份。第二，那就是封兰溪和这个白风息关系很好，利用白风息掩护黑风息可以接近于你，就如同你让白风息假扮你一样。无论是哪种可能，此人心计之深，能力之强，恐怕远超皇朝世子。这封兰溪心机之重，恐怕不是为选亲而来。他的目的是我幽州啊！女儿求父王，明日殿试以苍茫残局为题。
苍茫残局，真要如此吗？这世间恐怕只有苍茫残局可以难住他了。这琴声确似有风华绝代之意啊。好曲，此曲清新脱俗，不墨守成规，意境不凡。公主，好高超的琴技啊！各位过奖了，纯然陋技，有辱各位倾听了。公主乃我大东第一美人，我等久慕，甚想一睹公主芳容，却不知是否有此幸。是啊，请公主让我等一睹芳容。驸马只有一位，若我等落选能见公主一面，那也便是极值。待到纯然选完驸马之后，定会与各位相见的。那就请公主快快出题。纯然自小立志，嫁的夫君必是天下第一英雄，若不然，宁愿孤老终生。纯然未来夫婿必当是文武双全、才貌过人之人，因此选亲之事将分为2笔，此地5笔之地，便是第1笔，请各位从对面飞跃至采莲台上，途中可采花渡湖，但是不可以借助任何的物具，落水者失去资格。风兰溪内力全无，又要怎么过关呢？当年太阴、天机2位老人在我幽州境内苍茫山对弈，父王在其离开之后，于山巅之中发现了此残局。当年传闻此残局可以推演天下纷争，就连太阴和天机2位老者都无法破解。若是这风兰溪真能解开此残局呢？若是他真能破解此残局，便是将来共主天下之人。女儿愿意嫁他。纯儿，父王答应你。从水榭至采莲台，至少有7丈远的距离。若是寻常的江湖高手，能将轻功练至1跃3、4丈；若是上乘之境，能跃至5、6丈远。可跃至7丈远的人屈指可数。若是无人能做到，那我等皆要怀疑公主不过是要戏弄我等。明少主心思细腻，不过纯然可以告诉大家，倒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到。纯然在宫里识得一位好友，她虽是女子，但也可以从对面飞跃至采莲台上，不借助任何的外力。是谁？白风夕。既然风夕女侠可以做到，那明某斗胆一试。没想到这纯然公主武功竟然这么高。多谢公主出手相助，月山在此谢过。你虽到达了采莲台上，不过借助了旁人之力，此关并未通过。月山惭愧，就此告辞。雍州风兰溪，前来一试。原来如此，这天下女子之中，武功这么高，还有这个胆量假扮公主的，也只有她了吧？恭喜兰溪殿下。本世子也前来一试。
皇世子果然不凡。本世子想要见公主一面，明日文笔，再见也不迟。你就不怕被人识破吗？能够到此处的人屈指可数，就算是进到帷帐里，我也不会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的。不愧是你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倘若他日我君临天下，你可愿嫁我为后？不愿意。这天下女子能够这样拒绝我的，也就只有你一人了。报！启禀大王，今日采莲台舞比已经结束，这是过将名单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晨儿，不出所料，这风兰溪和黄巢全在名单当中。这份名单你怎么看啊？除了黄巢和风兰溪，其他人皆是平平。既然如此，那你选亲的人选似乎没得挑喽。父王，明日的苍茫残局还不一定呢。纯然，你真的以为风兰溪能解开此残局？纯儿不知，但如果是他，或许有可能。父王你也知道，若他真能解开，那女儿必有机会戴上凤冠。纯然，父王不是没有想过，只是我觉得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啊，就算是父王也很难猜测。这样的人太可怕了。六州逐鹿，其他几州莫不是向帝京扩张，其疆土国力早已是今非昔比。独我幽州一直夹于青州、冀州之间，这么些年来，州土未有寸进。长此以往，我幽州早晚将被冀青二州所吞并。就算是风兰溪真的能解开苍茫残局，我幽州也是落于被人吞并之命运啊。那父王的意思是？父王最了解你，也知道你真心喜欢那个风兰溪。但是论才貌呀，冀州黄巢不输风兰溪啊。两州结亲，两州必将结盟。黄巢世子前来求亲之时，曾允诺助我攻打青州。我若得征天骑相助，那青州风行涛哪是我的对手？青州必为我囊中之物啊！所以呀，所以父王是想让纯儿选黄巢世子为驸马，是吗？纯儿，是啊，黄巢世子虽有称霸天下的雄心，但他所用的王道之术，还可给我幽州留一线生机。儿臣遵命。凤溪，今日莲花台上的问题，我想再问一遍。不必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既然黄巢你是认真的，那我也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：若我嫁你为妻，你此生只能娶我一个人，你可愿意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就在这宫里就有一个你想方设法都想得到的人，对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娶她，但你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那个。黄巢，我与你不同，你爱或不爱都可以娶很多人，但是我不一样，我此生想找一个只爱我的人，并且我也只爱他一个人。我若他日为皇帝，你必然是皇后。我黄巢对天发誓，
今日若得你相许，你便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子。可惜，我对皇后之位不感兴趣。诚如你所言，眼前确实是有一个我必须要得到的纯然公主，但那是我要得到天下的必经之路。自我们相识以来，我认为的皇朝是一个抚养天地的英雄，但不过你要知道，英雄是不屑于利用女人的，一半真心，一半谋略。或许你马上会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受挫呢。做人呢，不要太自信。